朋友们，还有高手。就在这几天啊，大家被黑神话的各种消息刷屏的时候，殊不知在一个角落里有一款游戏默默的死了。虽然说它是默默的，但是说到这款游戏啊，那可是大有来头。之前咱们讲蓝色协议，那好歹是什么研发8年，运营了1年半，它才死的。这款游戏它也是研发8年，但是它上线了仅仅14天它就挂了。没错，这款游戏啊，就是由著名游戏大厂索尼研发的史上最正确的3A 游戏《星冥特工》。有多正确呢？也就是你在选角色的时候，它直接在职业的后边给你标了个非2元性别，你给我标个职业定位就行了，谁管你是什么性别呀？贱不贱呢？据说这款游戏啊，光投入就超过了3亿美元。开发人员呢，也大多数啊来自于旗下有着光环和命运系列的著名的游戏工作室蹦机。22年的时候还被索尼以36亿美元的价格给收购了。所以你说这款游戏它是质量不行吗？那肯定不是，毕竟啊团队还是非常有实力的。但为什么会落个如此下场呢？你只要一进去你就知道了。这里咱们可以放几个人物的图，多元吗？太多元了，各种种族的，就是没一个想玩的。主打一个性冷淡风，让人完全没有玩下去的欲望。你说这款游戏它的类型吧，它其实跟守望先锋差不多，也是一款这个5v5的射击游戏。大家呢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款守望 like， 但你拿啥跟人家守望比呀？虽然说啊，现在守望的评分也不咋高，但当年刚出来的时候，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什么？那还不是屁股吗？但你看看你出的这些角色，都是一些什么玩意儿？3D 区都没有你的位置。不得不说啊，现在守望虽然说不行了，但是3D 区人气依然是非常高的，这个不是假进去啊。但毕竟都花了这么多了，对于这款游戏啊，索尼它也不是没有努力，不但啊上线当天就同步了 PC， 而且呢还拉了旗下的一众工作室来为这款游戏宣传。但结果呢依然啊没啥卵用，上线当天游戏的峰值也只有600多人，人家那个3A 大作《魔戒》咕噜都比你高啊，到后边就只有30多个人玩了。我去，你说一个 PVP 对战游戏30个人那玩个我的玩而且啊，就这样的一款游戏还卖276元，比黑神话都高8块钱呢。但你可知道 IGN 对于这2款游戏的评分居然差不多。事实就是啊，一个销量就已经1700多万了，另外一个上线14天就爆死了。我懂了，全是黑神话打压，抢了星冥特工的热度。我这么正确的游戏，你们居然都不玩，快给我玩！真玩不了啊，锁子，这就是只希望啊，以后的大厂可以吸取教训，那些 L 什么什么啥的，碰都别碰，不然这款游戏啊，就是你的下场。